同志们，台湾的春天要来了啊！台积电被搬，民心被查，正是台湾春天的序曲。都知道最近啊，台积电被美国给强行吃走，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！想想那些即将失业的同胞们，隔着屏幕啊，都能感受到台湾的同胞们正在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。不过啊，天大的喜讯就要来了，台湾的春天要来了呀！两会期间，王毅外长亲自宣布中国对台湾的态度，中国台湾省冲上了热搜。千亿芯片抽髓去，亚利桑那噬魂刀，纳米光刻陈囚龙，金元有果新条袍，美利坚狼吞宝岛，工程师类庆功号，莫道龟盾能护体，当归方士通天桥。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今天这条视频啊，咱们要聊的可是重磅炸弹，中国外长王毅当着全球媒体的面，直接给台湾问题下了终极审判书。他说啊，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，从来就不是什么国家，今后更绝无可能。这话刚落地啊，微博瞬间炸出上百亿的转发量，就连台湾艺人侯佩岑都立刻转发央视的台湾必归图卡。而这个时候啊，老美国会却在这个时候搞了个大动作，甚至逼台湾把军费拉高到10%。岛内的网友直接嘲讽：“你他妈把军费拉到100% GDP 又如何？你能打得过大陆吗？”那么赖清德的台独梦还能撑几天？今天这条视频啊，给你扒透所有的内幕。先看这第一枪啊，王毅外长的法理核弹炸穿了国际。当记者问联合国2758号决议是不是承认台湾归属时，王毅外长直接甩出3大铁证。1943年开罗宣言白纸黑字写明台湾归还中国。1971年联合国决议把台湾代表踢出所有的国际组织，就连日本投降书都盖章台湾属于中国。这相当于在国际法庭上给台独给判了死刑。你想用台湾的名义混进世卫，门儿都没有。就连美国国务院现在都不敢明着反对，只能暗搓搓地说决议没写台湾归属。但是啊，王毅外长一句话给摁死他。主权原则是联合国基石，试问谁敢搞双标？第二枪啊，中美博弈进入了爆雷时刻。别看王毅外长撂狠话，其实背后是中美在台海掰手腕。美国国会最近狂推废一中政策，还逼台湾把军费拉到 GDP 的10%，这相当于每年要砸2.4万亿新台币，比全台医疗加教育预算加起来都多。那么试问，你把钱都花在这种地方，那台湾的百姓们还用不用过了？但大陆更狠啊！国防部直接放话，螳臂挡车只能自取灭亡。歼20年产100架，航母天天绕台巡航，明摆告诉美国，你敢军援，我就敢断交。再看第3枪啊，赖清德的死亡倒计时。现在最慌的其实就是赖清德，王毅外长的那句台湾省根本就不是随口说说，大陆已经启动国家统一法立法程序。更绝的是啊，大陆现在玩经济锁喉战。当台局不承认9·2共识，石斑鱼都别想卖到大陆。要是再搞什么台独 ，ECFA 关税优惠啊，直接归零。再来波究极预言，统一进入了读秒阶段。各位啊，王毅外长这次把话说到头了，中国终将统一，也必将统一。这不是口号，是实力的宣言。现在大陆的 GDP 啊是台湾的23倍，军费是台湾的15倍，连金砖国家都要组团支持中国。反观着台湾，所谓邦交国只剩14个，想靠美国，看看乌克兰吧。要真打起来，那美军的航母敢进台湾吗？接下来咱们再来扒一扒特朗普对台政策的黑箱操作，看看美国到底是把台湾当提款机，还是当成了炮灰。就在昨天啊，特朗普政府突然删除不支持台独的关键表述，转头逼台湾把军费拉到 GDP 的10%。这相当于每年要砸2.6万亿新台币，比全台医疗加教育预算加起来都多。更狠的是啊，美国正把台积电连根拔起，搬到了亚利桑那州，台独分子最后的护身符都彻底消失了。那么你们还靠什么来台独啊？咱们来看看董王的保护费经济学。董王把台湾啊当成了生意来做，他公开喊话，台湾偷走美国的芯片生意。好家伙！你自己都没有的东西，人家是怎么给你偷走的？难道是从你脑瓜子里炫一波吗？
这种强行逼着台积电千亿投资美国和抢有什么区别吗？更绝的是啊，美国要求台湾军费暴增到10%的 GDP。要知道啊，这笔钱能盖30座台北101大楼。赖清德还硬着头皮说要买7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，这哪是保台啊，根本是在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嘛。这赖清德就差直接告诉你，老美的8500亿美元军费份子算我一份儿。再来看大陆的软硬双杀局。就在台湾被美国掏空的时候啊，大陆出手，国台办向台湾发出2份文化要约，广东汕尾的两岸共一轮民乐民俗展，四川文昌主题的200人论坛。这招文化统战直击台独软肋，你删除历史课本，我们直接带台湾同胞祭拜中华文化祖师爷。军事上更狠啊，解放军歼20绕台常态化，东部战区直接放话，每舰过航台海必遭反制。再看赖清德的死亡倒计时，现在的赖清德啊，进退两难。特朗普逼他签卖台3件套，10%的军费，台积电搬家，电价暴涨30%。那重点是花这么多钱能给台湾带来什么？反观人家美国连协防台湾的空头支票都不肯给你，岛内民众彻底炸锅了。台电亏损4000亿，绿能贪腐让云豹集团狂捞100亿，民进党金主吃的是满嘴流油啊，老百姓却要为飞核家园买单。更讽刺的是啊，黑熊学院被曝拿境外资金搞什么认知作战，沈博阳竟说大陆导弹打来有助于募款。台独分子嘴上喊着抗中口号，实际在发战争财啊！就连台湾的艺人都面临着生死选择题。台湾的艺人啊，正在被逼上绝路啊！人家侯佩岑转发台湾必归，遭陆委会威胁罚款50万。但如果不去大陆发展，台湾市场连周杰伦都养不活。民进党嘴上说着包容，实际上用反渗透法搞文字狱。残酷的现实是啊，台湾演艺圈已经养不活一线明星，什么张晨光、陈志朋等老牌艺人早在大陆扎根，经济磁吸效应下，所谓的民族价值敌不过真金白银啊。有些人讥讽艺人舔共，恰似暴露双标本质啊。好莱坞明星为中国市场修改台词的时候啊，这些人何曾谴责过？迪士尼上汽删除傅满洲的元素时，可有人高呼向资本下跪。当 BTS 谈起朝鲜战争被韩国网民网暴的时候，这些民主斗士又在哪？市场经济下，14亿人的文化磁场天然具有虹吸效应。正如百老汇吸引全球演员朝圣，要求艺人在两岸议题上精神分裂，本质是强加台独意识形态的暴政。来波终极预言，统一进入了读秒阶段。特朗普的算计啊，早被看穿了。他删了不支持台独，不是为了台湾，而是拿台湾当筹码，逼中国在贸易战让步。但大陆啊，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国防预算已经是台湾的15倍 ，GDP 碾压23倍，金砖国家集体撑腰。反观台湾，所谓邦交国只剩14个，美国连军售交付都拖延。历史终将证明啊，台积电搬去美国之日，就是台湾经济命脉被掐断之时；台湾军费拉到10%之时，就是台湾民生福利全面崩溃之际；台湾艺人被迫选边站队之日啊，就是两岸一家亲深入民心之刻。灵魂拷问，那些喊着台独的人敢不敢回答？台湾能承受10%的军费吗？解放军真的打过来，美军会为台湾流血流泪吗？台积电搬空以后，台湾还有什么筹码呢？大陆的导弹真的打过来，黑熊学院能募到多少钱？你的中华民国护照能进联合国吗？美国会把台湾写成国家签条约吗？答案是很明显的，老美只会把台湾当成提款机。有些台湾省的老百姓啊，被蒙蔽双眼，就像中了无限阅读之术，急需有识之士站出来解除这个术，拨开那些被蒙蔽的双眼，方能看得见未来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钊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，点赞订阅不迷路，下期再见。